想象一下，那是漫长而又劳碌的一天。在加利利海边，耶稣用好几个比喻，向一大群人解释天国的奥秘，还有天国是怎么样在这世上建立起来的。耶稣啊，他真的是一整天都在讲道医治病人，一直到傍晚，热切的人群还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他。他每天都是这样为人服务，经常连吃饭和休息的时间都没有。你知道吗？身体上的疲惫还不是最累的，更让他身心俱疲的是当时那些宗教领袖，也就是法利赛人，他们总是不停地用恶意的批评、歪曲的解读来攻击他，让他的工作变得特别艰难。所以天快黑的时候，耶稣实在是太累了，就决定渡到湖的对岸去，想找个能安安静静休息一下的地方。就在这辛苦的一天里，他讲了好多宝贵的比喻，揭示了天国运作的奥秘。比方说，天国怎么像一粒小小的芥菜种，从无到有的生长，又怎么像撒种一样，把真理的种子撒在人心里。他还用稗子和渔网的比喻，说明了善与恶最后是怎样被清清楚楚分开的。耶稣让岸上的人群先散了，门徒们呢，就赶紧把他接到船上，想着总算能悄悄地离开了。可他们没想到，耶稣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，岸上好多人还想听更多真理。他们看到耶稣上了船，就毫不犹豫地跳上附近别的渔船，就这么组成了一支小小的船队，紧紧地跟在后面。船终于开动了，救主总算是摆脱了拥挤和喧闹，因为实在是太累太饿了，他就在船尾找个地方躺下，很快就沉沉地睡着了。那时候的夜晚呢，空气特别清澈，湖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，星光洒在水面上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，那么祥和。但这份宁静真的太短暂了，天空突然就变了脸，乌云从远处飞快地聚集过来，狂风毫无预兆地呼啸而至。太阳早就下山了，深沉的黑夜笼罩着怒涛翻滚的海面。加利利海的风暴是出了名的，来得又快又猛，而这一次绝对是其中最吓人的一场。巨大的浪头被狂风卷起来，就像一座座小山，一次又一次狠狠地砸在小船上，冰冷的湖水不停地灌进船舱。你要知道，这些门徒大部分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渔夫，一辈子都在这片水上生活，但眼前的景象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经验。在大自然的狂怒面前，他们的力气、他们的技巧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，船眼看就要沉了。他们拼了命地跟死亡搏斗，在那一刻，他们好像都忘了耶稣还在船上，直到他们用尽了所有办法，还是没用。冰冷的绝望抓住了他们的心，他们才想起来是那位主吩咐他们渡海的。于是他们在黑暗和狂风中开始大声呼喊他的名字。可是风声浪声实在是太大了，完全盖住了他们的声音，除了越来越猛的风雨，他们听不到任何回答。这时候，一个很可怕的想法开始在他们心里蔓延：难道他不管我们了吗？那位能战胜疾病、赶走污鬼的主，难道对他门徒的生死也无动于衷吗？船身正在被湖水一点点吞噬，沉没可能就是下一秒的事儿。就在这生死关头，他们再一次把唯一的希望转向了他们的主。忽然，咔嚓一道闪电撕裂了夜空。借着这短暂的光，他们看到了简直不敢相信的一幕：耶稣竟然安详地睡在船尾，好像周围的狂风怒浪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个景象让他们又震惊，又感到一种被抛弃的绝望。他们用尽力气大喊，声音里充满了恐惧，甚至还有一丝责备。他们的喊声终于唤醒了耶稣，见识他慢慢地站起来，在摇晃不停的甲板上，在门徒们惊恐的注视下，他的脸上没有一点慌乱，只有一种从天父而来的完全的平安。他环顾了一下这狂怒的景象，
然后他举起了那只曾经施行无数医治和祝福的手。他转向那咆哮的波涛，用一种带着无上权柄的声音说出了这几个字。就这几个字儿，他的话音刚落，咆哮的狂风瞬间就停了，翻腾的巨浪立刻就平复了，遮住天空的乌云也散开了，星光又重新洒了下来。小船安安稳稳地停在像镜子一样光滑的湖面上。你想想，从地狱般的混乱到天堂般的宁静，就是一瞬间的事。接着，耶稣转过身，看着他那些还惊魂未定的门徒，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点点忧伤，问了这个问题。门徒们一下子都说不出话了，连平时最冲动的彼得这一次也沉默了。外面的风暴是平息了，可他们心里的风暴才刚刚开始。他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里的恐惧慢慢变成了敬畏。在其他跟着的船上，人们也亲眼目睹了这个神迹，他们彼此小声议论着那个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撼的问题，就在这寂静的夜空下回荡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耶稣这份平安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其实当他站在风暴中的时候，他的信心并不是源于他自己本身的能力。他曾经说过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5章30节是怎么记的：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他的平安是源于他对天父完全的信靠，他安息在天父的爱和看顾里，他深深地知道天父的全能掌管着一切。所以那句能让风浪平静的话语，发出的不仅仅是耶稣自己的能力，更是透过他的信心所彰显出来的神的大能。你看，耶稣是这样因着心倚靠天父的保护，门徒们呢也本该这样信靠他的看顾。可他们在风暴中的恐惧，恰恰说明了他们的信心有多么微弱。然而，一场自然的风暴刚刚过去，当他们抵达对岸的时候，一场来自灵界更加可怕的风暴正在等着他们。清晨的曙光照亮了大地，他们总算靠岸了。可是，这份黎明带来的宁静很快就被打破了。比那场风暴更恐怖的景象出现在他们眼前。从岸边的坟地里突然冲出来2个被污鬼附着的人，他们发疯一样的跑过来，好像要把所有人都撕成碎片。他们身上还带着挣断的铁链碎片，皮肤被锋利的石头割得一道道血口子。乱蓬蓬的头发下面，他们的眼神狂野，完全没有理智。附在他们身上的污鬼已经把他们的人性给毁掉了，他们的样子，说实话，更像是野兽，而不是人。面对这么吓人的景象，门徒和同伴们吓得转身就跑。可他们很快就发现，耶稣并没有跟他们一起跑，他就那么一个人镇定地站在原地。你想想，那位曾经平静风浪，也曾在旷野亲自战胜撒旦试探的主，他怎么会在这些污鬼面前退缩呢？当那2个口吐白沫、疯了一样的人冲到跟前时，耶稣举起了那只平静风浪的手，就好像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挡住了他们，让他们再也无法靠近一步。他们只能站在耶稣面前，疯狂地咆哮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耶稣用带着权柄的声音命令污鬼从他们身上出来，他的话穿透了这2个可怜的人被黑暗笼罩的心，在他们模糊的意识里，好像感觉到了一线希望，他们竟然不由自主地跪在了救主的脚前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里面的污鬼却借着他们的口发出了充满恐惧和抗拒的尖叫。耶稣问那个污鬼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”这说明附在他们身上的污鬼数量非常多。污鬼就求耶稣不要把他们赶出那个地方，而是允许他们进入附近山坡上的一群猪里。耶稣同意了。一瞬间，那一大群猪就好像集体发了疯，惊恐地冲下山崖，全都掉进海里淹死了。就在猪群冲下山崖的同时，那2个曾经被折磨的人身上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，光明重新回到了他们的眼睛里，疯狂和扭曲从他们脸上褪去，变得温和又清醒。
他们沾满血污的手也安静了下来，并且用喜乐的声音不停地赞美神拯救了他们。看管猪群的人亲眼看到了这一切，吓得赶紧跑回去报信。很快，整个地区的居民都跑过来看热闹，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看到了什么呢？他们看到了那2个曾经让整个地区都不得安宁的疯子，现在竟然穿着衣服，神志清醒地坐在耶稣脚前。这是多大的神迹呀！可是这些镇上的人，他们的反应却完全出乎意料。他们没有为这2个人从撒旦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而高兴，反而为自己损失的猪群感到心痛。他们看到的不是神的大能彰显，而是对自己未来经济的威胁。于是他们围着耶稣，竟然恳求他离开他们的地界。耶稣答应了他们的请求，准备离开。但那2个被治好的人态度却完全不一样。他们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永远跟着他们的拯救者，待在他身边，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，再也不害怕那些曾经残害他们、搅扰他们思想的污鬼了。所以当耶稣正要上船的时候，他们紧紧地跟上来，跪在他的脚前，特别恳切地请求他允许他们跟在左右，好能常常听他的教导。但是耶稣给了他们一个不同的任务，他要他们成为那片土地上第一批的见证人，去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恩典分享出去。可能他们不像门徒那样能系统地教导人，但他们有最强大的凭据，就是他们自己。他们可以讲述自己所知道的，分享他们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、亲身所经历的关于基督全能的真实故事。这就像蒙爱的门徒约翰后来所写的，记载在约翰一书1章1到3节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。我们将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。其实，这正是每一位内心蒙了神恩典的人都能做到的事。他们真的听从了耶稣的吩咐，他们走遍了那一带的地区，到处传讲耶稣是怎样拯救他们的。结果呢？撒旦本来的计谋是想借着猪群的损失把耶稣赶走，阻止福音在内地传播，没想到反而促成了福音的广传。当耶稣后来再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地聚集而来，都渴望聆听救恩的信息。这2个真实的故事放在一起，其实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属灵现实。你看，撒旦的目的是摧残人的身体，搅乱人的思想，败坏人的灵，想让人失去神的形象。而基督来到世上的使命恰恰是反过来的，他要把人从仇敌的权势下救出来，恢复人的身体、思想和灵，让这一切重新归于神的荣耀。每一次我们拒绝救主的呼召，就等于是把自己放在了仇敌的掌控之下，而只有跟随耶稣，与他同在，才是我们抵御一切黑暗势力，找到唯一真正的安全和保护的途径。最终，从这2个人身上，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神所应许的那种改变。正如提摩太后书1章7节所说的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这就是从恐惧到平安，从混乱到清醒，从捆绑到自由的道路。神所赐下的是何等宝贵的恩典啊！